打野专家真是出息了，竟然徒手干翻一头50斤的二师兄，美滋滋的把战利品放到主法上，用双手双脚充当引擎，兴奋的朝着营地滑去。由于这里的环境太过潮湿，会加速肉的变质速度，所以上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食材，把新鲜的大腿肉放在烤架上烘干水分，方便存放更久的时间，防止热气流失。上面还要罩住一块树皮。至于剩下的里脊肉就是今天的晚餐，没有科技与狠活，空气中全是浓浓的肉香味。看着油光锃亮的烤肉，贝爷忍不住浅尝一口，肉质紧实有嚼劲，蛋白质不知是牛肉的多少倍，口感是家猪无法比拟的。吃饱喝足后，美美的休息一晚。接下来他又将面临新的挑战。荒岛上白天的气温高达45度，就算穿着衣服也无法阻挡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。贝爷打算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晒，在海滩上捡了一大一小2个塑料瓶，把顶部切掉，组装在一起就得到了一个简易版潜望镜。借助它能清晰的看到海底，很快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这玩意儿叫蘑菇珊瑚，虽然看起来像个大脸盆，但实则有妙用。只需在阳光下等待5秒钟，便能从上面留下一种堪比防晒霜的粘液。这原本是蘑菇珊瑚用来保护自己在海水退潮时不被晒干的方式，没想到今天被贝爷捡了漏，借用一点涂抹在全身，完事后又放回海里，方便下次可以循环利用。防晒解决了，喝水又成了大问题。在岛上转了一圈，终于在一处岩石上发现了水流的痕迹，当即伸头猛嘬一口，清凉入肺，甘甜可口。这可把打野专家乐坏了，立马掏出路上捡的塑料瓶和绳子，一头打结卡在岩石缝上，另一头拧成麻花塞进瓶里，这样岩石里渗出的水就会顺着绳子流进瓶子里，一滴也不会浪费。地上跑的吃腻了，今天他想换点海里游的尝尝，把捡来的木棍削尖，立马脱去上衣跳进了大海，在沙子里发现了一条美丽的黄鲷鱼。可美丽的鱼儿都是带刺的，这家伙尾巴上的倒刺有着剧毒，所以在下手时必须快很准。抄起木棍朝着前方凸起的小沙丘扎去，速度之快连黄鲷鱼都没反应过来，一举拿下今天的晚餐。上岸后，贝爷赶紧返回岩石处检查收集水源的装置，效果非常好。趁着太阳还没下山，得要先把今晚的落脚点安排一下。树林里到处都是虫子，贝爷肯定不愿意去，因此他在沙滩处找了块阴凉地安营扎寨，先去附近搜集适合搭建的材料，其中竹子最符合心意，选中一根粗壮的带回营地，从中间切开成条状，接着稍微弯曲就得到了一张吊床的床架，两端再用捡来的绳子牢牢绑在树上。试了试，不仅韧性十足，大小还刚刚好。担心肆虐的海风把沙子吹得到处都是，还需要制作一面防风墙。贝爷找来棕榈叶插进沙子里，用绳子均匀地编织起来。为了晚上睡得更加舒服，他还把剩余的棕榈叶铺在吊床上，冰冰凉凉，跟草席一样舒服。解决了住所问题，又来到海边探查，希望能有其他收获。怎料今天人品大爆发，发现了一条裂开的海鱼，闻起来滂臭，没有一点营养价值，不过鱼刺倒能利用一下，和竹子组合起来绑上细绳就可以做成鱼钩。随即来到浅滩抓条沙丁鱼当作诱饵，准备好一切，把鱼钩抛进海中，开启了垂钓模式，吹着海风欣赏着美景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不知守了多久，下面终于传来动静，贝爷激动地站起身来收线，拉上来一看有点失望，虽然个头不大，但胜在物种稀有，这种鱼因身体上有酷似指纹的印记，所以被称之为指纹鱼。返回营地，将干燥的椰子和揉碎，是上好的生火材料，遇到一点火星就能完全燃烧。先把处理干净的指纹鱼放到火上炙烤，再利用这个空隙将黄鲷鱼肥厚的两翼割下来。10分钟后，烤鱼的香味飘满整个营地，外焦里嫩，馋的人直流口水，一口下去嚼劲十足，肉质鲜美，可谓是上上佳品。享受完再回到吊床，美美的睡上一觉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在度假。